在太空撸串吃烧烤真的不是梦。最近，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一位厨房神器——太空烤箱，烤出来的鸡翅、牛排有多香？这么说吧，滋滋冒油，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儿。航天员们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小编就想问一句：下一步咱们的宇航员是不是还打算吃火锅？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20多年前，杨利伟搭乘神舟5号飞船时，还只能在返回舱中穿着厚重的舱内航天服，食用简单的即食食品。谁能想到，如今的中国航天员已经能在宽敞的空间站里惬意地享受一场太空烧烤。这2天，随神舟21号飞船一同上天的太空烤箱正式启用。航天员王杰、伍飞首次在这座太空家园里亲手制作并品尝了烤鸡翅与烤牛排。这是中国空间站太空厨房首次新增烤箱类设备，标志着航天员食品正式实现了在轨烹饪与烘焙，太空饮食体验迎来质的飞跃。航天员制作太空烤鸡翅的过程很有意思，他们先从专用包装袋中取出提前腌制好的鸡翅，将它固定在特制的铅架上，然后再放入太空烤箱内。经过28分钟的精准加热，一盘滋滋冒油、香气四溢的宇宙级奥尔良烤鸡翅便新鲜出炉。随后，王杰与伍飞还联手烤制了一盘热气腾腾的黑椒牛排，让太空餐桌更添风味。那么，这台太空烤箱与我们在地面使用的烤箱到底有何不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刘伟波给出了答案。首先，科研人员通过温控技术、残渣收集技术、高温催化技术以及多层过滤技术的联合攻关，实现了在轨烘烤时的无油烟处理，完全满足空间站对油烟排放的严格标准。其次，研发团队对设备的净化装置及整机都进行了反复且严格的测试，确保它能在太空环境下连续可靠运行500次，保障航天员长期使用需求。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好奇，我们平时在地面烧烤时，总会遇到油脂飞溅的情况，那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这种问题是如何避免的？答案就藏在微重力本身。仔细观察航天员取出的烤鸡翅，会发现盛放的托盘始终保持干净，没有丝毫漏油痕迹。这是因为在微重力环境中烤出的油脂，若没有外力强力甩动，会紧紧包裹在鸡翅表面，既避免了飞溅，又让鸡翅看起来饱满多汁，口感也更鲜嫩。这个原理其实与之前王亚平太空课堂中演示的泡腾片实验类似。在地面上，泡腾片产生的气泡会因浮力向上运动，但在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下，气泡不会上浮，而是始终包裹在水中。换成油脂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地面，油脂会因重力滴落在烤盘上，而在太空，它会牢牢附着在食物表面。此外，太空烤箱的设计细节也暗藏巧思，它在烤架上专门设置了固定用的钉子。航天员将鸡翅固定在上面后，鸡翅与烤箱底盘能保持一定距离。这种设计不仅让鸡翅在烘烤过程中无需翻面，还能防止它在微重力环境下随意飘动，确保受热均匀。不过，你可能会注意到，烤好的牛排与鸡翅状态不同。牛排放进烤箱时是3大片，取出后却缩成了3个小球，而且表面没有像鸡翅那样裹满油脂，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因为牛排没有像鸡翅那样固定在烤架上，在烘烤过程中会因微重力随意飘动，位置发生改变。同时，牛肉在加热时会朝各个方向收缩，最终形成小球状。至于油脂，由于烤箱底盘采用了不粘锅设计，牛肉飘动时产生的油脂会因表面张力吸附在盘面上，不会四处飞溅。而且，烤箱内部还装有不锈钢架子罩，能进一步防止食材或油脂在送入取出过程中，以及烤箱内360度热风循环时飘的到处都是，确保设备内部整洁。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补充，
虽然大家习惯称它为太空烤箱，但它的正式名称其实是热风烘烤机，工作原理更接近地面的空气炸锅。另外，在这台热风烘烤机旁边还能看到一台微波炉，两者搭配使用，进一步丰富了航天员的在轨烹饪方式，让太空餐桌更具烟火气。当然，太空厨房新增这台烤箱并非单纯的技术展示，更是提高航天员在轨生活保障水平的暖心举措。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介绍，在神舟21号任务中，航天员的食品种类已经扩展到了190余种，飞行食谱周期也延长到了10天。不仅能提供新鲜蔬菜、坚果等基础食材，还可以对蛋糕、肉类等进行在轨烹饪与烘焙加工，让航天员的太空饮食既丰富又多样。无论天上还是地下，吃喝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儿。从2003年神舟5号飞天到如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会师烧烤，这22年间，中国航天员在太空的时到底经历了哪些变化，又遇到过哪些问题和有趣的事儿呢？最开始是2003年10月，神舟5号带着航天员杨利伟第一次进入太空。匆匆21小时，他只吃了即食食品八宝饭、宫保鸡丁，但是是凉的。当时正值中秋，还有一排漂浮的小月饼，接受吃前检阅。2005年，神舟6号载人飞船，增加热食热饮，2名航天员开启了5天5夜的太空之旅。此次太空之旅配备了食品加热器，让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吃上了热饭。为了这一餐，大家在进入太空之前还专门增加了吃喝训练，比如怎么把餐盘绑在腿上或者固定在某个地方。2008年，在神舟7号的任务中，各种炒菜已经安排上了，从怎么吃直接跨越到了吃什么。这一次食品种类从40多种增加到了80多种。为了解决吃什么的问题，科技团队也真的拼了，鱼香肉丝、猪排、蘑菇都送上了太空。航天员也是第一次在太空中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炒菜。2012年，神舟9号发射成功，远在太空中的航天员开始尽情享受舌尖上的美味。一日三餐不但能吃上10斤炒饭、干烧杏鲍菇、黑椒牛柳、雪菜肉丝，还喝上了奶茶。此外还有酱萝卜等小菜，搭配可以说相当精心。2013年，神舟10号发射，航天员食品与此前最大的区别是根据航天员的口味进行了个性化定制，比如聂海胜喜欢吃米饭，张晓光喜欢酸辣口味，王亚平偏爱甜食，这些饮食偏好都在此次任务中得到了满足。技术人员通过改进工艺，提高了食品的感官接受性。王亚平用一个豆沙粽成功打卡太空端午节，仪式感满满的节日餐从此就拉开了序幕。2016年，神舟11号乘组菜谱更加丰富，5天一循环，包括主食、副食、即食、饮品、调味品、功能食品等6大类，近100种。除了一日三餐，还有许多点心和夜宵可以补充能量。2021年，中国空间站建设全面启动，尤其是天河核心舱、问天、梦天实验舱陆续发射后，中国的太空家园变成了110立方米的大3居，太空厨房和专门的就餐区也随之安排上，还放了冰箱、微波炉、饮水机，航天员们的太空小家一下子就温馨起来，生活氛围直接拉满。2021年，神舟12号乘组的食谱有藜麦桂花粥、椰蓉面包、酱萝卜、10斤炒饭、尖椒土豆、松菜牛肉汤、辣味金枪鱼、奶香鸡米、香卤鸡胗。此外，冰激凌还管够，菜单长度已经超过地上大部分餐馆。宇宙吃播第一人航天员汤洪波边吃苹果边扎马步的吃播造型，还从天上火到了地球。神舟13号执行任务期间，航天员的食谱品类已相当丰富，包含127种食品。最令小编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太空度过了首个中国春节，享用了特意准备的3种馅料饺子，将地道的年味儿带到了寰宇之间。神舟14号则首次将太空菜园的梦想带进现实。航天员不仅使用太空厨房加热食物，更里程碑式的成功在轨栽培了生菜、小麦和矮杆番茄等植物，并首次品尝到了自己在太空种出来的新鲜生菜，这为未来的长期驻留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新鲜食物来源。说起神舟15号在轨期间的食品，
郑其明可谓如数家珍，不仅有各种美食，还能自己制作酸奶。快递小哥天舟货运飞船的快速交会对接，也使航天员的食物实现了天地同步。神舟16号乘组则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太空菜园的规模化探索，他们持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为未来在轨大规模种植、实现部分食物的可持续供应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在2024年在轨度过春节的神舟17号乘组享用了一顿极具年味的太空年夜饭。这顿饭不仅包含了饺子、桂花芝士年糕、八宝饭等传统节日食品，更有寓意美好的10大菜肴，展现了地面保障团队精细化、人性化的支持能力。中国航天员远征苍穹，既要完成科学任务，更要好好生活。从一口满足乡愁的饺子，到一份香气四溢的太空烤翅，中国航天员餐桌上的变化，在记录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在默默守护航天员健康，提升在轨生活品质，为未来长期深空探测的生命保障技术进行了关键储备的同时，更展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创新超越的底气与自信。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